大家有冇留意到一個好吊詭嘅現象？明明我哋見到 ADP 就業數據差到自2023年初以嚟最驚嚇，甚至係負增長，但係美股竟然可以喺驚濤駭浪之中繼續挑戰歷史新高。更加誇張嘅係 Netflix 竟然豪擲720億美元買起華納兄弟探索嘅資產，呢單 deal 簡直係影視圈嘅核彈，而一直俾人睇死嘅小型股竟然靜靜雞跑贏大市。究竟係市場癲咗，定係我哋睇漏咗啲咩關鍵信號？今集呢，我會同大家拆解呢一個壞消息就係好消息嘅極致演繹，同埋點解我認為2026年嘅最大機會可能唔再係你熟知嗰幾隻科技巨頭。好，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，照舊要提一提大家，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，只作資訊交流用途，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涉及風險，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，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，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。當然，最重要嘅係，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，就記得 comment、like 同 share，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啦。首先，我哋要搞清楚而家個宏觀大環境發生緊咩事。今個星期最震撼嘅數據，莫過於星期三公佈嘅 ADP 就業報告，私人企業職位竟然流失咗32000個，呢個係遠差過市場預期。主要係邊個頂唔順？係50人以下嘅小企業，佢哋裁員裁得好勁。按照傳統邏輯，經濟差，股市應該跌，係咪？但今次唔係喎，市場個邏輯係經濟越爛，聯儲局減息就越快。去到星期五，我哋見到更清晰嘅畫面，密歇根大學消費信心指數竟然回升到53.3，加上核心 PCE 通脹數據維持喺2.8%，符合預期。即係點解？即係話經濟雖然有隱憂，小企業難捱，但通脹受控，消費者仲肯使錢。再加上下任聯儲局主席大熱門 Kevin Hassett 都出嚟講話支持減息，市場而家賭緊下個禮拜聯儲局減息嘅機率已經飆升到接近90%。簡單嚟講，華爾街而家係 price in 緊一個完美嘅軟着陸劇本，息口會跌，但經濟唔會崩。不過喺一片歡騰背後，我留意到幾個好唔尋常嘅信號，大家一定要小心。第一，科技巨頭嘅內部裂痕，大家以前慣咗買入 Mac 7就能躺贏，但呢個邏輯正在崩壞。你睇下 Microsoft 早幾日大跌啦 ，Oracle 嘅 CDS 信用違約互換，即係佢嘅違約保險費呢，竟然飆升到128點子，創咗2009年以來新高。呢個係債券市場發出嘅警號，代表華爾街開始擔心呢啲科技公司為咗追 AI 借咗咁多錢，將來還唔還得起？第二，相關性崩潰 （correlation breakdown）。根據高盛嘅數據，標普500成分股之間嘅相關性跌到去0.2嘅極低水平，即係話指數可能冇乜點喐，但個股表現就極度分化。Nvidia 可能跌，但 Intel 突然暴漲 ，Apple 又創新高。如果你仲係一味買指數 ETF， 你可能會錯過好多 Alpha 超額回報。第三 ，VIX 嘅異動，早幾日 VIX Put Call Ratio 飆升到 1.47， 歷史數據話俾我哋知，當咁多人買 Put 去賭波動率下跌嘅時候，往往意味住短期內個市會有一波反彈，而事實上美股過去幾日真係升咗，但係槓桿 ETF 嘅資金流向又變得好極端，代表投機氣氛極濃，隨時會有震倉出現。基於上面嘅分析，我個人嘅操作策略有3個重點。第一，雖然 AI 信仰未死，但資金明顯流向緊其他板塊，我會將目光轉向小型股 （small caps）。點解？因為根據美國銀行數據，預計去到2025年第4季，小型股嘅盈利增長率會正式超越大型股，出現黃金交叉。加上減息對借貸成本高嘅小企業最有利。Russell 2000喺12月中通常都有好強嘅季節性升浪，要留意一啲優質嘅小型工業股同金融股。第二，債券係我嘅避險港灣。大家睇翻數據，投資者對債券嘅配置比例跌到去 19%， 係2007年以嚟嘅低位。當全世界都唔要債券嘅時候，往往就係入市良機。既然減息趨勢確立，長債嘅回報吸引力就出嚟啦。第三，比特幣早2日閃崩去到84000美元，嚇死好多人，但轉頭就 V 彈翻上9萬幾。呢種強大嘅承接力，加上 MicroStrategy 繼續掃貨，證明幣圈嘅牛市未完。因此可以關注嗰啲比特幣概念股，例如 Coinbase 或者 Mara。今個星期最爆嘅新聞肯定係 Netflix 收購華納兄弟720億美元。呢單 deal 意味住串流媒體市場正式進入寡頭壟斷時代。Netflix 買咗 HBO Max、Warner Bros 嘅電影庫，基本上係將內容護城河挖深到對手追唔到嘅地步。不過盤中曾經傳出特朗普政府可能會以反壟斷為由去搞事，但無論如何 ，WBD 股價大漲，市場明顯覺得賣得好。呢個亦都啟示我哋2026年媒體同電信板塊嘅併購潮 ，MA 可能會係一個大主題。
另外，關於 AI 係咪泡沫嘅爭論 ，JP Morgan 剛出咗份報告話 AI 唔係泡沫，理由係 Mag 7喺2026年嘅盈利增長預測高達 20.3%， 而其他標普493隻成分股得 11.3%， 即係話貴係有道理嘅。但我提醒大家 ，Amazon 雖然發佈咗新嘅 Trainium 3晶片，顯示 Capex War 資本支出競賽仲未完，但 Oracle 嘅債務風險話俾我哋知，如果你揀錯股，隨時會踩雷。要買就買真係有錢賺嗰啲產子股，例如能源同電力股，因為 AI Data Center 都要食電㗎嘛。最後我哋將視野拉闊啲，睇下全球資產。倫敦期銅刷新紀錄，高見每噸11,705美元，黃金亦都逼近歷史高位。呢個反映咗咩？反映市場對於實物資產嘅渴求，亦都係對沖法定貨幣貶值嘅一種手段。紐約期油重上60美元，OPEC 加延遲增產，加上冬天需求，油價短線有支撐。如果你手上有能源股，暫時可以繼續揸住。美匯指數有少少反彈，但加元因為就業數據好而大升。美元後市點走？完全睇下星期聯儲局鮑威爾點講。總結一下，下星期二12月10號就係聯儲局議息會議。市場既然已經 price in 咗90%會減息，如果鮑威爾唔減或者語氣稍微鷹派少少，個市都會有好大嘅震盪。大家記住，投資唔好太過貪心，利用小型股嘅季節性優勢，關注比特幣反彈嘅機會，同時以長債作為防守。好，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。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，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。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、更具體嘅分析，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。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，我係徐立賢，我哋下一集再見。